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组合件的进阶结合篇。那这里呢会教导各位在结合里面的进阶结合呢，有3个是比较常见的，我把它列出来。那是什么？等一下后面的教学都会来做讲解。那为什么会来介绍这个进阶的结合呢？主要是因为要让我们的组合件的环境呢，用起来的时候会更灵活一点。那我们一般就是在还没有做出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会在 SolidWorks 把档案呢或是零件把它模拟出来。那有时候呢，一些基本的结合呢，可能是比较生硬一点，没有办法表现得比较灵活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组合件或是我们的要做的东西呢，它是一个可动件。那这样子呢，我们就需要去透过一些进阶的结合呢，让它看起来是比较像真实一点的样子那就是透过了这个进阶结合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需求怎么做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做说明在进入进阶结合的教学之前呢，先来介绍几个快速键因为我们如果已经进入了这个进阶结合的话，代表说你对于 SolidWorks 的使用呢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就是要节省一些指令的时间那我就教导几个快速键呢是一个预设的那让大家来参考一下。那首先呢是一个 S 键，那我们在键盘的 S 呢，我们把它按下去那预设呢，它这里就会跳出这样的一个快捷键出来当然这边也可以去设定，那因为不在探讨范围内，我就是以预设来跟大家做说明看一下我们滑鼠到哪里按 S 键它就会出现什么。这里呢是一个插入零件的快速键以及结合这个好处是什么呢？一般我们如果在做组合件结合的时候，我们需要把滑鼠移到左上这里去插入零件或是结合。那如果我们滑鼠是在这个旁边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需要花比较多时间。那这个 S 的键呢就可以直接出现在滑鼠的这里这样子呢我们会节省掉很多时间的像这样子那就很快的去进入这个画面那再来要介绍的呢是复制快速复制的一个快捷键，键盘的 Ctrl 按住，然后滑鼠的左键呢按着你想要复制的零件，按住之后往旁边拖移，然后放开之后呢，它就是复制了这个你拖移的零件这样子也是非常快速的如果我们没有学这个指令的话，我们可能要再插入一个新的零件这样子一来一往时间会比较久的。那我再示范一次假设我要复制这个平板就这样子很快速的这样把它拉出来非常方便像这样子把它做出来那这里呢再来呢是介绍一个可能在先前有介绍过像这里我们要移动或旋转的时候会用到这里的指令。那你也可以直接用滑鼠按住左键拖移就是移动，按住右键旋转就是一个旋转这样子这几个快速键呢来运用组合键的时候，我们会省非常多时间的。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首先呢，我来介绍的是一个宽度的结合。那这里我介绍的进阶结合呢是3个比较常使用到的，那我不会全部都介绍，我先介绍比较实用的给各位参考一下那这里呢宽度的结合呢，我们就从刚刚所介绍的快速键，我们进入这个结合的画面那这边我做的比较快速一点，因为我们已经教导过快速键了，所以会省略一些指令的步骤。那我们进入进阶结合之后呢，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宽度，我们把它点开来，这里呢它会要你选择宽度这个意思呢就是你不一定是要同一个零件，你也可以去选2个面的宽度它就会去做结合。我先示范零件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假设我要这2个面看一下这2个面选择我要这个宽度与这来就会跳到下一个页面嘛我假设是这2个宽度意思就是这里要做结合那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做置中这里呢它预设是置中当然有其他的一些限制，那这边呢我会是以置中来做示范。好，那你直接按打勾它就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呢已经做一个宽度的置中了那这里有什么好处呢这个好处在于说这个结合呢是跟我们如果是用基准面做结合是不太一样的。它这里呢如果宽度我们在零件的时候做更改
软体呢，它会自动帮我们置中哦，这是非常方便的，就是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们更改了这个尺寸之后，这里会不会跑掉，或者是说我的基准面在设定的时候有没有设定好啊？这边都不用担心哦，它软体会自动帮我们做的。好，再来我来示范一下，我把刚刚那一个删除，好，把这个宽度删除。啊，它不一定要在同一个零件的面。好，再来我来示范一下不同的面它能不能做。好，我一样进入结合的进阶，啊，进入到宽度。再来呢，假设我是选择这个面跟这个面，这样能不能做呢？哦，各位想象一下，是可以的哦。它不一定要是零件的面。好，那我一样是选择这两个宽度。选完之后呢，它一样，它会把这两个宽度呢，直接做置中。这种方式是非常方便的。那这里呢，让大家去参考一下。那再来，我再来示范一个好了，像这里，我先把它复制一个，再把它隐藏。好，假设我们看到这里有四方形的结合，那这里我们如果不是用宽度结合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通常这里呢，它是会有预留一个空间的。我们的做法可能是，我们已经事先预留说它这里是多少，我们去设定多少，距离是多少这样子，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两个零件呢都相对的去做了基准面，以基准面跟基准面做结合。那各位去思考一下，这样子是不是一来一往呢？我们的做法这样组合起来呢是比较花时间一点。那假设我们已经学会了宽度，就直接做这个宽度的结合，只是要做2次之后呢，就完成了。而且如果我们之中有做尺寸的更改呢，那它软体会自动帮我们做置中这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边我就是快速的把它示范一下，让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第一次我再做第2次，做完第2次呢，它就会把它置中过来，是非常方便的。好像这样子我已经做好了那各位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快啊？那这边呢也是非常多元跟快速。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尝试咯。再来我要介绍的是平行相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呢我这个零件这里有一个螺丝，那它在实际的时候它是会在这里做滑动固定的嘛？那我们如果在零件的时候设定的时候，一般会在这里呢给它一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呢，它变成是一个固定的。那平行相距的意思呢，就是我给它一个最大跟最小，所以它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去做移动。那这里要怎么做呢？就直接示范给大家看。一样用快速键进入进阶结合里面。在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平行相距，你把它点开来，你选择2个面，那我就假设是这个面，以及这个面。我要做一个平行相距，那这里呢，你要去设定它的，那这边的设定呢，可能要去思考一下尺寸反转或是对正结合的反转，这边要让大家去尝试一下。那这里我的做法呢，我选择了这个面呢，这样子它看起来是最小的嘛，那我就会去先设定它的比较大的，那我会从这边开始设定，假设是50。好，我先粗略示范一下这里好像太大了，我把它设定一个比较刚好一点的。那假设是这样子这是我的最大。那我们看到底下这里呢，它有一个最大值跟最小值嘛。那假设这个最小值我把它设定是0，0就是2个面是重合的，最大值就是这里距离是40。那我们设定完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按打勾，确定。我们再来去看一下，去拉动它，看是不是最终是不是我们要的。我拉近一点给大家看。好，我去移动它。这样子这是最小，这是最大。这样子代表已经是被我们设定好了。好，那这里呢，假设说你设定之后呢，发现说它可能在拉动的时候好像是相反过来的，或者是说好像不是你要的，那这边代表说就跟刚刚那边所讲的，你这个尺寸反转或者是结合对正，你可能要去对调一下。这边要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好，那这里呢就是蛮轻松可以把它做出来的。那这边呢大家就去尝试一下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角度的结合。
那这里呢，我们一样进入了这个进阶结合的画面，选择角度。那这里呢，我的示范呢是这个夹钳，我在移动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角度的。那我希望呢，它能够限制它的最大与最小的角度。好，那做法其实跟刚刚的平行相距是有点类似的。好，那我就直接把它角度点开来，一样呢，我就选择我的面。假设我是这个面与这个面，要做一个角度的限制。好，那假设是这样子，那一样呢，我就是先去看一下我的尺寸，是结合对正哪一边，或是反转尺寸等等的。那我的做法呢，我是习惯是先设定它的最大的角度。那我这边就大概的给它一个，好，假设是这样子好了，它移动到最高是这样。那这里呢，我让它最小呢是0度，就是两个是平行的。好，那我就直接按确定，好，进来，好，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要的。好，那做完之后呢，我们就用滑鼠的左键去拉动它。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就是它的最小的角度。那这样子，最大的角度就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很轻松的可以把它做出来。其实做法跟平行相距是有点类似的。好，那这边就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最后呢，我来总结一下关于进阶结合。那其实这里面呢，进阶结合还有一些其他的指令，我是没有去介绍的。好，那原因在于说，这边呢是主要是先让大家进入这个进阶结合的感觉，以及说这边是我统整过、使用过，我觉得3个是比较常使用的，介绍给大家去认识它。因为这3个呢，其实它的使用率也蛮高的，CP 值也蛮高的特别是宽度结合是非常好用的。那这里呢，就是让大家去感觉一下其实这样的做法，进阶结合的做法呢，它有时候呢会让我们的零件会变得更真实一点。有时候我们做了 SolidWorks 做了设计，它就是在辅助我们的产品或是一些结构。那在我们还没做出来之前呢，能透过这样的进阶结合，把它的作动模拟出来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呢，就是我们有做了这个进阶的结合，我们才发现说，原来有一些设计呢，它可能是不能用的，可能有干涉的情形，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去考量到它做动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地方会去碰撞到，或是有一些螺丝呢，因为这样而没有办法去使用，没有办法去组装等等的这种问题。有时候是透过进阶结合这个移动的方式呢，我们才去找到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说我们是使用宽度的结合，那就可以大大的降服一些人为因素。有时候我们可能在做一些基准面的时候不小心没有把它设定的在对正的地方，而可能它的偏移量又非常的小，导致说我们肉眼没有发现它，然后可能后续做的时候会出错等等的这种问题。那这边主要就是辅助我们的设计。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的。那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